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到 Journey 的频道，我是小俊，我是阿红。好，最近不是有个美凤老师的事件吗？没错，沸沸扬扬。简单讲一下那个事件的背景嘛。就是美凤老师因为不理解活动内容，然后参与了与同志有关的活动，然后向厂商反映，并收取了报酬后，同时表示不愿意在那么多同志面前场合表演，甚至要求主办单位拿掉影片，这样子。我确认一下所以他是那个活动有标榜说是就是为同志举办的，还是就是比较多同志去？这样的话，就是主办单位确实有讲到，那他是用 LGBT 这样子的方式去讲，那老师可能很明显看起来是不懂，所以事后可是他很明确的反映说，怎么那么多男同志？我才发现。对，然后他说他不要，撇除那些全部，就是一件歧视事件啦。因为你是公众人物，然后你说你不要那么多男同志，就是性向不是你拿来挑选客户的理由啦。就像是如果婚纱店拒绝帮男同志拍照，其实是会有很多问题的。然后就像是你可能公司因为你是男同志拒绝使用，那它就会出问题。对，这是很基本的事情。那我想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日常的歧视才是最可怕的，不是那种很大张旗鼓、明目张胆的那种说我就是歧视你什么的，而是我不是故意的啦，我只是不了解，你们不要无限上纲。就是我也没有不讨厌你们，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你们，对，像这种感觉。很多人就跳出来说，美凤老师都60几岁了，不理解很正常吧，不要无限上纲。其实我就会很困惑的一点，如果今天一个公众人物，他的言行，他让他的粉丝受伤了，那要让他去理解、去学习、去好好的道歉，这里叫无限上纲吗？这不是猎物，这是基本责任。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艺人梁文音啦。2013年的时候，正是我们那个多元成家正反两方攻防很大的时候，不断的抨击同志，拿到任何一点东西就可以攻击。当时有非常多人受伤，甚至被赶出家门，因为家里长辈看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同志好可怕，好讨人厌，有非常多很糟糕的事情。那因为我已经30岁了，所以我有经历那个年代。然后当时的反同游行，我还拿着彩虹旗冲到前面去，还被同志基督徒揍，很疯。我那时候很疯。好。言归正传，2013年他参加基督教的那个采访，他就有讲一句话：同性恋的朋友是需要被神爱、被神恢复的。这句话被神恢复，让外界解读他说是同性恋是可以被治疗、被矫正，是不正常、是生病的。那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子虚乌有因为国外非常多，就是大家都是可以理解，就是有非常多的机构是在说同性恋是可以被恢复的，是可以被矫正的，然后又跟宗教是有相关色彩，所以这句话是绝对可以让人直接联想到的。但是梁文音本人是有好好的解释的，他有不断的说我说的是神也可以祝福同志，神也可以安慰同志，并不是说神要矫正同性恋这件事情。但他讲的这些东西确实让反同方拿来当成利剑，不断的攻击同志，所以他后续其实在2014年就有好好道歉，而他有在道歉里面讲很清楚，他说如果婚姻平权过了，他也会觉得非常的棒。白话文就他也支持婚姻平权，但那篇文几乎没人看到，因为他已经不是流量重点了。那他有没有受到影响？同志朋友们大致体制，因为他就是个反同艺人嘛，我们干嘛去支持一个反对你最基本人权都不让你好好过日子的艺人呢？这样，他确实演艺事业受到很大影响。2022年，我记得他是要出新专辑还是什么的，我有点忘了。那他有上2个节目，那都是同志朋友的。我有特别还去看布莱克学的那个影片，那他就说，我有很多同志朋友，所以我不需要多做解释。如果我真的有问题的话，我怎么会有那么多同志朋友？我觉得这句话其实真的是解释的很差，很多人都很生气。其实大家没有觉得他讲的很好，原因是因为你应该很常听到说我有很多同志朋友，然后我不歧视同性恋吧，这句话应该蛮常见的。对，但你觉得为什么会让人很不爽？就是你好像就有一种，就我也不是讨厌全部的人，但是我也没有要站足自己的立场，说会就是捍卫你们的权利的这种感觉。对，这也是一点。再来就是我又不是你朋友，我哪知道你跟你朋友相处怎么样？为什么你们好像要讲说跟梁文音当朋友就是好像很了不起一样？搞不好他们全部都很反同啊，同志也可以反同啊。一段有点像是模糊地带的说法。对，你为什么要靠别人来自证你自己？而是你应该好好解释。那他结论就是他确实在当年2014年就有好好解释的，就是有想要修补关系。对我来说，迟来的道歉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
不能代表所有人，我也完全能理解，不是每个人都能原谅，因为毕竟伤害造成了。那小俊，我想问你，如果现在台面上有个艺人是你喜欢的，对，那他开始就是讲错话了，或者是不想讲出内心的感觉，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嘛，他的每一言行都会被上媒体，都会是宣传的方式，不管好的坏的，黑红也是红嘛。那他的话语变成武器，被反同的人拿来攻击，然后让你很受伤，那你会怎么想的？你会怎么去做？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当下的话，当然会比较难过的嘛，就是好像也没有做什么，结果他就是可能打从心底有这样子的感受。那我觉得我可能也不会去就是要发文要求他道歉，或者是请他要表态什么之类的，然后要给个解释什么的。对我来说好像没有这么重要，因为即使就是就算这个舆论真的被放大烧起来了，我想他也不会是真心的，就是认同就是同志之类的。所以对我来说，反正我可以喜欢的艺人或者是喜欢的偶像还有很多种嘛，所以就不会强求说就是要继续去 follow 他。对，就是你没有那么的痛苦，对你来说你还有很多选择，就不管是梁文音还是美凤老师，可能就是也不是你的偶像啊，也不是你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有提到吧，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怎么这一次那么的无限上纲，会有这些感受的人，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觉得他没有被伤到，因为可能那个美凤老师就不是他们，就是不对他来说没有很多情感的价值，所以他没有很喜欢他们，所以他才会觉得说为什么就是有部分的同志会要一直强求他要怎么样，或者对他感到很失望，好像在请了美凤老师一样。那我觉得这单纯就是就两个人对于闹的感受度的那种价值是不同的。就是越多人有这种就是没有受伤的感觉，我反而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但是我当然是希望它改变的，因为这里面最大的差别就是，其实这个社会代表说这个社会已经稳定了很久。以前2013年那段日子，就是反同挺同婚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你可以想象那样的社会氛围，甚至公投结束后是非常多人攻击的。我觉得我的感受就是，这个社会已经接纳我们的存在了，所以我不需要再去 prove 什么，为什么大家都不接纳我们？就是我就算看到有人反同，也会觉得他你可能就觉得那是他的选择啊，对，我就会觉得那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不会觉得他这样子有伤到我，对，所以我觉得这好像也就是对，就是有种社会有在进步的感觉。但这个社会的进步啊，是因为这个社会让你的安全感变高了，所以你才不会说觉得路上有人或者某个公众人物这样讲，你会很紧张、很生气。所以社会是有进步的情况下，我们有选择，跟我们有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才开始不需要无限上纲了，就随便你啊，你随便你，因为我不需要再自证自己是合法的，因为已经有政府帮我背书，我活在这里。但是这还是很危险，因为这个社会的风气如果继续持续在这个公众人物的嘴巴中没有好好的去改变、去学习、去理解，你的生活会变得很糟啊，因为只会越来越多人拿这些东西出来伤害你。所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刚才在想，就是这是是不是好事的时候，也有觉得，其实这个感觉有点怪怪的，因为这好像等于说，就是也可以接受他们，就是继续散播他们反对同性恋的这样子的说法，这种言论被扩散或者是很失去控制的时候，它反而就是真的很重要。所以这好像也是就是需要关注的地方。对，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很抗争，要去很捍卫，因为每个人，我们真正想要做的就是让同志是一项很普通的存在，去快乐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这可能就是第一步啦，至少做到。但社会一定要进步的，包含中老年的性平教育，因为今天你看我们在正常的一个社会下运作啊，宪哥60几岁了，他讲错话还是要出来去承担他的话语，他要去解释，或者是他要去沟通，跟社会沟通。那你看杨秀慧60岁，哇，然后也非常支持同志，那他有因此怎么样吗？没有嘛，因为他不去歧视，不去伤害某一个族群，他也没有被异性恋讨厌啊。政治人物60几岁以上的就要烧到体谅嘛，也没有啊。就是60几岁不理解很正常，其实是很错误的想法。
是很糟糕的。不能说它很正常的，应该是说，我可以理解说他那个年代可能觉得同志就是很异常的存在，但是不代表说就是他可以就是一直就是对我们展现比较可能是攻击的态度，虽然他没有实际的伤害到我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以前可能10几年前，大家会觉得博爱座真的就只有老人或者很有就是孕妇这种外显的人才可以去做的地方。然后，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会知道说，其实有很多人的病痛是在外在看不出来的。所以，就算有一个可能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坐在那边，大家也不会去强求我要起来。现在大家看到对上面可能会看到很多很有正义感的人，就是老人要把那个年轻人拉起来的时候会主动出手嘛，所以我觉得就有点像这样子，我们会去教育他说，就是大家都是有可能自己身体有不舒服，所以大家都有权利坐在那个博爱座。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是家人啊，或者是他非公众人物，真的是不需要了解这些，他可以不断的去歧视任何人，他是他的世界，他的个人选择。可是公众人物，那就像布克所说的嘛，网红都要有社会责任。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言辞都在改变这个社会，你都会影响到这个社会，那你就会造成别人困扰。或者是影响某些人会产生霸凌，确实很多人拿他来霸凌嘛。那60岁，我觉得很讽刺，因为我看到别人讲年纪，就像刚刚说的不爱做。我们有多少的优秀的同志，以及或者是一些性少数，或者是一些年轻人，优秀的年轻人活不到60岁。张国荣43岁，在无知的社会氛围之下，然后他就这样离开了。那张国荣大家应该都认识，那小俊比较不熟悉，因为毕竟他走的时候，小俊还真的太小。但是在我们这样30岁这个年纪，或者是年纪更大的人，应该都是一个很难磨灭的伤痛。那小俊应该比较能理解的，应该像是图灵吧，41岁就离开。他的故事好像比较有听过，对，电脑之父嘛。然后最后英国还要就是把他化学去世，那他就是不管是内心还是所有的精神痛苦，以及社会的不认同，然后他活得非常痛苦的离开，这样子。这些人都没有活过60岁，那他们也来不及就是让这些刚刚网络上的人说要体谅美凤老师的年纪，他们没办法活到被体谅的年纪。所以今天最该检讨的不是说同志太敏感、太无限上纲，而是中老年世代的性平教育，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积极的去处理，让这个社会更正常一点嘛？而不是因为他们年纪大，我们就要有一部分的人去忍受。那结论就是很开心，越来越多人是比较没有受伤的情况之下遇到美凤老师的事件，而不再是2013年那样子同婚前的时候，让大家就是很容易一句话2句话就被打到谷底，然后整个社会都好像拿着剑拿着矛在刺你。那代表我们现在有国家有政府有一切的法律在保护我们，然后安全感也上升的情况之下，当然大家越来越平复。可是我们还是要认知到公众人物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以及要去意识到你可能在创造很糟的社会，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警觉性，就是要去告诉大家说这是不好的。最基本就是不要让大家就是再回过来，再找到机会去伤害大家。但是就是不要让我们再倒退啦。所以我相信我们2个极端的情况之下，也是很多同志的写照。那这是我们的观点。那也希望台湾会越来越好。我是阿红，我是小军，那就下一次影片见，对，拜拜，订阅、按赞、加分享，拜拜。